抽一张牌，随便抽吗？随便抽。记住，给镜头看，给他看，但是不要让我看，我也看不见。好。这是正面。对。好像打麻将一样，把它弄乱之后散在桌上，尽量散得越开越好。我有插到牌吗？没有。我有插到牌吗？没有。现在呢？有。有。是一张还是2张？一张。你刚才选的牌是什么？可以说是吧？可以说。红桃3。这是红桃3吗？是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刘谦魔术的分享时间。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魔术呢，学名叫做 Card Step。这个呢，为什么今天要以这个魔术做开场呢？因为它来自于20世纪初一个很有名的魔术大师，叫 Max Malini。在现在这个年代呢，很少人知道 Max Malini 是谁，但在当时呢，他是世界知名的魔术师。他的名字呢，现在已经没什么人知道，但是在魔术界呢，他仍然是一个呢，我们魔术师每一个人都记得，而且他许多事情呢，都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魔术大师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好好介绍一下这个人。那么这个 Max Malini 呢，他是1873年出生的，好，是犹太和波兰的一个混血。4岁的时候呢，随着父亲到美国发展，生活也不是很好，也不是非常富裕，所以呢，很小的时候呢，他就加入了杂技团，然后在这个杂技团里面学了一些小魔术啊什么的，然后就开始呢自己在外面闯荡江湖。长大之后呢，成了非常有名的一个魔术大师，好，旅行了世界各地，包括了美国啊、澳洲啊、欧洲啊、中国啊，甚至，然后呢，他不在这种大型剧院表演，他只在这种小剧场，或者在一些私人聚会，或者在一些酒店里面的这些沙龙，反正就是一些高级场所演出啊。当时呢，很多欧洲的王室或者一些企业家都能邀请到他表演为人。那他为什么这么成功呢？其实呢，后世呢很多魔术师都分析过，他是一个非常懂得制造机会、创造机会，还有抓住机会的一个人。在他小时候呢，他父亲和他说，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钱人，你必须要穿着像一个有钱人，说话、行为举止、态度像一个有钱人，然后交很多有钱人的朋友。朋友呢和说话我不知道，但是呢，他的穿着是像这样子。是有点浮夸了，我知道，当时的有钱人可能都是穿这样。他会成为魔术界的一个传奇人物呢，是因为他当时所发明和表演的一些魔术，到今天很多魔术师呢都还在使用，还在表演当中。说到这边呢，大家一定很好奇，说哇，这个人既然这么厉害，那好想看一看他的影像片段。有，在网上呢，其实有一段珍贵的影像，只有这么一段流传在历史上，很想看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只有这样，没有任何魔术的部分，就是他抽烟和聊天而已。所以呢，他的很多呢这些事迹呢，其实呢都是一些当时他的朋友，还有一些见证人，还有他自己呢流传下来的一些访问，所以后人呢记录下来的。那我觉得这个马利尼呢，之所以成为魔术界的一个传奇人物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他在100多年前表演这些魔术啊，到了今天，很多魔术师呢还是当成这个经典，还在使用当中，顶多加点小变化而已。而他最有名的一个魔术，充分的体验出魔术的精神，就是接下来这个魔术，在当时都是戴这种帽子。小姐，请坐到这边来。我们来玩一个游戏。
这是一个硬币，这是美金的 half dollar， 现在已经停产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正面呢是一个人头，背面呢是一个老鹰，好，然后呢看一下我的帽子里面是空的，对吧？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空的。好，这个游戏是这样玩的，我旋转这个硬币呢，你猜猜看，现在是老鹰还是人头？人头。你确定吗？我如果跟你赌100块，你会说什么？我赢了，你给我吗？对，人头。我们看一下，哎呀，老鹰就差这么一点点，就差这么一点点。要不我们再来一次？现在呢？不要看的话，老鹰，哎，很准。但是我们刚刚那次才有赌，这次就没有赌了。好，这次再赌，这次再赌一次，好。现在老鹰，好。当时呢，最神奇的并不是在于观众永远猜不到，而是在于呢，当时在1910年代，在那个时候呢，家家户户还不知道冰箱是什么的年代，他表演到最后呢，帽子下面会出现一个大冰块。Hello， 这哪来的呀？有看过我们魔术课的这个观众朋友呢，一定都不陌生。这个出现冰块这个技巧呢，叫做 misdirection。好，我们倒带一次可能就可以看到了。这个通过呢反复几次的回放观看之后，你一定可以知道这冰块怎么变出来的。当然，如果你现场看，你一定会被吓一跳的，对吧？关键是朋友们，关键不在于它变成这个冰块的技巧，而是在于这个人每天随时身上都带着这个冰块。他好神经哦！哦，这个真的是太夸张。这是真的，是真的，而且你可以想象到，在那个年代，有一个人每天身上带一个这么大的冰块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就是随时可以表演这个魔术。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，如果他一整天他没有机会变这个魔术，他就会默默地把这个冰块都带回家，那不会化掉？会化掉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带的。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随时做好准备，随时创造机会，随时抓住机会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，当时呢，马利尼非常重要著名的一个故事。他有一次呢，受邀在这个好像是丹麦王室的一个晚餐里面哈，他受邀去出席这个晚餐。然后呢，他到了现场之后，他就感觉今天一定有人会叫我变魔术，但他没准备怎么办？扑克牌也没带，今天好像大冰块也没有带，他完全没有准备。他想怎么办呢？他就晃到这个厨房里面去。在厨房里面，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了有几只鸡。他就想说这个鸡能干什么呢？他就偷偷的把一只鸡毛全部拔光，然后呢，他把这只鸡催眠。你一定想问我什么叫做把鸡催眠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是有羽毛的鸟类，你把它按住按久了，它就不会动了，就像睡着一样，因为它会以为它自己不能动。什么？你不相信我说的？我来示范一下。好，这是一条手帕。好，这是一条手帕。好，我用这只鸽子来做一个示范。好，这就是一只有羽毛的鸟类了哈。你把这个鸟抓起来，然后呢放倒，这样按着它，大概10秒钟吧，10秒钟，它就会以为自己不能动。当它以为自己不能动之后，就算你把自己的手放开，它也不会再动，因为它的意识里面就觉得自己是不能动的。好，就像睡着一样，这就是鸟类的催眠。好，你可以看到，我现在没有抓着它它就是在我的手掌上放着，但它就是不会动。好，那这个马利尼呢，把一只公鸡的毛拔了之后呢，就把它这样催眠，然后呢，把它放在盘子上，然后上面撒上一些香料，再涂上一些酱料。他就买通了一个 waiter， 说如果今天等会呢，我看你给你一个手势，你就把这盘菜端上桌。他就说好。于是呢，晚餐就开始了。果然，当时呢，好像是丹麦的王室，不知道是国王还是王子啊，就说：“马利尼，你可以表演一个魔术给我们看吗？”这时候呢，比了手势，这道菜就端上桌了。他说：“魔术其实最近呢，那种什么手法机关，我最近已经超脱出那种境界了。”于是马利尼看着这只鸡，餐盘里的这只鸡。戳了它一下，这只鸡就就飞走了。朋友们，你可以想到现场的宾客们，这叫做鸡飞狗跳，鸡犬不宁，全部都吓疯了哈。这是他呢另外一个故事，所以这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呢，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魔术师的工作。所以这些故事告诉